用清水进行清洁。小心哦，给你洗个脸。进行简单的清洁，然后用毛巾给你擦干净。这样可以保留一晚上皮肤形成的天然油脂。这层皮脂呢，就像一层保鲜膜一样，可以防止我们皮肤里面的水分蒸发出去，可以保湿，也可以防止外面的细菌进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，防止细菌啊、发炎之类的。这是很好的天然屏障，所以我一般早上不会过度的清洁，只是用清水洗一下。冷水的话可以让自己更清醒一点。强制开机，强制开机，强制开机，强制开机。洗完之后呢，我会涂一个面霜，让自己的脸不那么紧绷。我也来涂一个。这样也可以达到一定的保湿缩水。但是到了秋冬季节的话，就是比较干燥的季节，我会加一个步骤，就是洗完脸先补水，再涂面霜保湿。夏天就不会，夏天就直接涂一个面霜。敲击一下，我用的这个面霜叫做雅霜，雅霜，感觉都可以叫这个面霜太奶奶了。因为这个面霜应该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产物了，在上海的建立的品牌。我上一次见它还是将近20年前我妈妈用的时候，这么多年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了。雅霜，我还准备了一个全新的，它的外壳是这样子的，非常，其实我反而觉得这种以前的包装设计更简约耐看，虽然看起来有点年代感。我是去年的时候偶然
几块钱，10块钱不到的样子，我图便宜。然后主要也是觉得几十年没见过它了，想买一个闻一下，因为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，非常浓郁的桂花香，一闻到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偷看妈妈早上在那里梳头涂脸，然后我等她出门之后，偷偷用她的指甲油给自己手和脚全涂了一遍。它大概是这样，还有一层硬硬的壳。特别特别的香。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壳是干嘛的，后来听说它是可以涂在这种关节处，但我还没有用过，我每次都直接把它给扔了。这个我自从去年用过之后，我就发现我以前冬天忍受了这么几十年，冬天脸上会皴掉的痛苦不会出现了。皴就是脸上有一小块会出现比较粗糙的，感觉被风吹了之后还有点痛痛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去年用过这个之后，我冬天就一点都没有脸上变粗糙，就一直非常非常的湿润。这个是相当的保湿啊，对于我这种干性皮肤而言。如果也是偏干性皮肤的小宝宝可以买来试试看，反正它好像就几块钱。不是广告，不是广告，不是广告。这个月又是零商务，咱们这个咕噜果国库依旧空虚，但是有很多小宝宝给我充电了，非常非常感谢，大家真的是太好了。OK， 这就是早上非常简单的清洁和保湿，我们晚上见。晚上好，小宝宝，晚上好。现在我们来进行晚上的深度洗护、清洁和护肤。如果我早上出门之前涂了一些隔离、防晒之类的，像这种隔离防晒，或者化了妆的话，回来肯定首先第一步是卸妆了，因为我担心洁面乳我洗不干净，所以我会先用一下这个卸妆油。我用的这个是无印良品的木器的，我感觉只要是油应该都可以，不分品牌吧。我用它纯粹是因为木器离我家很近，所以我经常去它这里买一些生活用品。来给你抹一点吧，抹一点油，一点点。正好今天没有带美甲，可以进行一个搓手，好优雅啊！其实我每次用卸妆油卸妆，都非常想要尽快的把它给清洁掉，不喜欢这种油油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手上。
油。用卸妆油的时候不要用水哦，小宝宝，就直接在脸上干抹，把它抹掉，然后再用水清洁。但是用水带不走所有的油嘛，它俩不能完全，不能完全混合，所以就会用到洁面乳。我擦一下手。要不要再敲一下这个瓶子？因为今天没有带指甲，感觉敲的声音不会有那么清脆的感觉。哎，直接下一步用的就是这个洁面乳。洁面乳也是在木吉买的，图方便。我用着感觉还行，来一点，给你涂一点。一点点。进行卸妆。我其实因为不喜欢卸妆，觉得卸妆很麻烦，所以经常不喜欢化妆。其实如果化完妆不用卸的话，我是挺喜欢化妆的，因为挺好玩的。但是一想到要卸妆，就感觉好累呀，一点都不想化了。刚刚这样抹多了，手机直接关机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手机并不想卸妆。正好我给这个镜头擦了一下，现在清晰多了，前面又是水又是油的，又是面霜的，给它搞到糊糊的。但是我觉得糊糊的也很助眠。用完这个洁面乳洗面奶之后，就用清水把它洗掉，我就会进行洗澡、洗头、今天就不说了。然后就是下一步，洗完澡之后，等，在上一次死脑肥脑里也出现过的，水，补水的水。一点点吧，不然一会儿又关机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抗拒卸妆，怎么回事？现在给手机不，给小宝宝你补点水，整张脸上都抹到。补水，补水，补水。充分的吸收，补水。OK， 在关键的鼻翼呀、眼周啊，我会多涂一点。然后脸上现在不就是湿润润的吗？我们稍微的让它等待一下，自然的吸收进去。我也不知道能吸收多少，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，脸
进行锁水，就是要涂一层面霜，就是无论如何，不管你补了多少水，如果你不在上面涂一层面霜的话，那效果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。一定要把它给锁住，就是在你的脸加一层屏障。我的面霜呢？我的面霜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牙刷。但是晚上在涂面霜之前，差点给它忘了，会涂一个眼霜。眼霜。眼霜就是只涂在眼周的，因为像我这种经常哈哈大笑，然后挤眉弄眼的人，眼睛这一块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，皱纹特别多，到时候已经用的快没了。在眼周均匀的用无名指涂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无名指，听网上的人说是无名指最轻柔柔和，但我想着我用这个轻一点不也行吗？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做眼保健操的时候，他不是就要用这个吗？我感觉用这个不够过瘾，我整个手在上面抓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。OK， 涂完眼霜之后再涂一下这个面霜，我用的还是这个牙霜，我真的觉得它好滋润，非常非常适合干性皮肤，因为我就是干皮。这个牙霜已经涂过了，现在就不涂了，真的很担心这个手机有关机啊。刚等它苏醒等了半天，不知道咋了，抗拒卸妆。好香啊！这一瓶也快用完了，给你闻一闻，很浓郁的桂花香，桂花香。这就是我主要的护肤步骤了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涂一个唇膏或者护手霜之类的。这个唇膏给你们推荐过，在很早第一期还是第二期的时候，是出去玩的时候在那边的商场买的，这个都用的都已经出不来了，用完了。叫做什么吧？叫做爱悠悠，爱悠悠，爱悠悠。涂一个唇膏，我用的很快，因为我都是厚涂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厚厚的涂在嘴巴上，然后就这样厚厚的睡觉了。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他们那边的紫外线比较强，他们的防晒护肤品肯定效果挺好的。护手霜虽然确实有这么一个步骤，但是我在实际生活中单独去在晚上睡前涂护手霜的次数是很少的，因为大部分我都是洗完头嘛，然后在这里进行脸部的护肤，护完之后我就会去吹头，吹个半干，我就会用护发精油给头发保护上，保护的是我里面的头发，不是这个外面的假发，给它涂上一层精油，然后那个精油我就顺带着会把手四肢涂掉。
哪里都行，只要是涂在皮肤上，我不往脸上涂，但是我觉得手和四肢应该是可以的。现在是没有涂油的声音，非常非常的清脆啊。以上就是我简单的护肤步骤。日常确实是这样，没有什么更多的了，这是我全部的护肤步骤。面膜我敷的也不是很多，因为我老想不起来敷它，想起来的时候会突然敷一片，但是没有很规律的去敷面膜，因为我觉得皮肤这些东西主要还是由内而外的嘛，就是如果你身体内部内脏什么的不好，你的皮肤肯定是会暗黄啊，或者是说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。炎症，皮肤是一个反应器官，它会反映你身体里的很多问题。皮肤好就说气色好嘛，我们经常说气色好，其实就是比较健康，比较的有活力。那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接近亚健康或者不健康的病症状态的时候，他的脸上肯定是不会非常的状态很好的。所以想要皮肤特别好，我的观点就是你做好基础的清洁和护肤，其他的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在饮食上吃一些不要太辛辣的东西，我在这方面非常有讲究的。我特别喜欢吃得好睡得好，这是我的生活观点。我觉得只要你充足的休息了，然后心里的压力没有太大，因为你如果每天心事重重的，你自然会影响到你身体里的其他器官。不是说很多器官都是情绪器官嘛，如果你心情不好，胃也不会很舒服，吃不好的话你就消化不好，消化不好的话你整个身体的营养就不好。哎呀，都是人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像魔法一样的整体，像宇宙一样，都是相互关联的。你不可能说我其他出现问题了，我还要确保我的脸上没有问题，这是很难的。你必须哪里都挺健康的，你的皮肤才可以比较的好。像如果有时候我脸上长了个痘，基本上是这块就会出现一个淋巴结，就说明我的身体的某个地方有炎症了。然后等痘消失的时候，你再去摸这块也就没有了那种淋巴结啊上火的东西了。我大部分炎症是嘴巴里长溃疡，只要我一吃辣的吃多了，我就会长溃疡，所以吃的稍微健康一点。我这个5月份还没有分享我的吃了什么，之前的3月4月都分享了，我会分享给大家看看我最近都吃了什么。我吃的那叫一个健康啊，说不定可以哪一天做一期关于我的饮食 vlog， 期待一下吧，我有好多的想法。下一集或者是说我会在6月的7号8号之前出一期关于针对高考或者说考试的小宝宝的专题视频，因为我有收到快要高考的小宝宝的留言，说最近比较的紧张嘛，能理解的。作为过来人，所以我会出一期关于考试，重大考试前晚上听的
护肤。